孙子天天就咬着说是放炮污染空气，那真是没事找事了。一年365天，也就春节放这一次。现在终于被你们弄得结不结的，粘不粘的。你们赢了，你们成功了。来看看这是啥？烟花爆竹探测仪，就你服不服？老少爷们们，以后不让放鞭炮了，谁要再放鞭炮，罚款500元。今年春节期间，中国多地民众无视官方的燃放禁令，纷纷点燃烟花爆竹，网民将这一现象戏称为爆竹保卫战。在除夕夜和大年初一凌晨，不少地区的网友把当地燃放烟花的画面上传至网络，并配上带有对抗意味的文字说明，以较为含蓄的方式表达对当局的不满与抗议情绪。X 平台上的账户无王无帝发出几段视频，同时发帖震撼：中共国百姓不畏共匪非法禁令，对侵略者中共打响春节保卫战。河北人民炮打护城河，烟花鞭炮齐鸣反击中共，没人听党的。中共严防死守一败涂地。河北大捷，中共失守，北京、天津也在放。当人民不怕他时，中共就是笑话，瞬间溃败。2026年，人民站起来，驱逐共匪，还我中华，马上灭共。大陆除夕夜，大陆民众走上街头，大放烟花，警察忙不过来。许多网友拍下视频上传，怒批当局的禁放措施太过冷酷，把节日气氛折腾没了。节不像节，年也不像年。还有人抱怨说，如今连放爆竹都得看孙子的脸色。大家有没有感觉今年很奇怪，就是一点过年的氛围都没有，完全没有消费的欲望，你们感觉到吗？这也太吓人了，还有10来天就过年了，也不知道为啥今年人什么都不愿意买，什么都不想买，也没有什么想吃的。今年这个春节的氛围确实很诡异啊，没有一点欣喜和期待，也没有过年的时候那种松弛感，这反倒好像是年已经过完了，大家准备去上班了的这种感觉。而且现在还在工作的这各位打工人呢，都在埋怨工作量实在太大太密集了。前几个月呢，好几个博主就在说今年的春节呢会是一个非常冷清的一个春节。我一开始不信，结果这几天呢，我在网上看到的，还有自己亲身感受到的，真的是不信不行啊！开车在路上，车少得可怜，进店呢里面逛没几个顾客，去景区转呢也没有什么人气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那很明显，第一个大家都没钱呀，回家过年，出去旅游，处处都需要钱，现在人都是能省则省。第二个，很多人没活干没工作，老早就回家了，所以这就不存在什么返乡潮了。哎，这要真这样下去该怎么办呀？从网上流出的视频可以看到，临近过年时，多个地方的官方人员挨家挨户排查，甚至动用无人机或专门的爆竹检测设备，逐一清点居民是否存放烟花爆竹。网友对此大为不满，直言这种做法既浪费人力物力，又毫无必要。有网友说，这是折腾百姓，吃饱了没事儿干。账户无王无帝发帖表示，恐惧中的共匪鬼子春节前又扫荡百姓，搜捕烟花鞭炮，不让人民过好年。习近平有多害怕？网上恐吓，公安直接抓人。河北省挨家挨户上门搜查，使用高科技鞭炮探测仪。警察搜汽车后备箱，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半夜巡逻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昨天下午回的老家，今天就是年29，因为今年没有30，今天也就是大年30。你看一下我们老家，还有一点年味吗？再也找不到小时候那种感觉了。我记得小时候过年非常的热闹，到处是成堆的、成群的人。你看现在从东头到西头，是不是空空荡荡，整个村里一个人都见不到，一点年味也没有了。你们那边呢，也是一样吗？看看。中国传统新年将至，各家各户都在忙着采购年货。按往常的说法，肉贵菜便宜，有钱人吃肉，手头紧的人才多买蔬菜。但今年情况完全反过来，
蔬菜价格一路飙升，许多人看到标价都不敢下手，只能感叹现在连菜都比肉贵了。你们有没有觉得现在物价偏高啊？物价普遍偏高啊。就是我前2天发了一个视频，我说我去买菜，然后那个西红柿那个价格，就是挺贵的，还有就是小米辣是按两卖。然后我没说，我买那个螺丝椒啊，那个青椒那种螺丝椒，它是7块9毛9一斤，就8块钱一斤。确实，冬天的菜确实是普遍都贵一点，但是我觉得啊，就现在有好多东西，这个物价，它这个东西已经贵到远远超它本身的这个价值了，远超这个价值。博主说，他现在连水果都不太敢买了，只能挑挑拣拣买上几个。他觉得如今的物价已经高得离谱。至于奶茶，博主认为蜜雪冰城之所以卖得好，就是因为它的价格还算正常。可有些奶茶一杯要20-30块，有人说那是因为原料好。可就算用料再好，奶茶其实就是奶加水果，却卖这么贵。这盘豆角12，就这么一盘。那这个家里边这种盘子一盘，我也不知道是我穷呀，还是那这个物价就是这么贵呀。12，这是生的，把它掰好，我还没有算炒出来的成本。他妈如果这样算的话，还不如点外卖吃呢。我去，真的是无语了。今年过年怎么一点年味都没有啊？不敢相信春节马上就要过去了，丝毫没有过年的感觉，年味淡的就像是一个精心包装的长假期。满大街都是红灯笼，超市里也都是人挤人，但当你真正置身其中，心里完全没有对春节的期待，只觉得过年是一个很平常的休息日。有人说是因为我们长大了，也有人说是因为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，但我觉得是因为大家都累麻了，上学的上麻了，上班的上麻了。我们对过年的唯一期待就是能放几天假，好好休息一下。博主感叹说，10几年前的乡下过年真是热闹非凡，鞭炮齐鸣，烟花满天。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，而如今我们不得不面对生活的压力，担忧着未来，觉得年味儿淡了许多。现在已经是大年初4了，没感觉到过年的快乐，反而感觉马上又要上班了，又要开始做牛马了。大年初1，大龄单身、未婚以及失业女青年是如何度过的？过年对于大龄单身的人们本来就是一道坎儿，如果再叠加上失业这个 buff， 那简直就是满级了。不过我还算幸运，目前没有受到炮火的攻击，大概是因为失业已经够糟心了，家人们也不忍心再给我添堵。按照惯例，初1出门拜年之后，回来就开始准备今天的直播工作。今天带你们看一下浙江的菜价到底有多贵。多少钱一斤啊？现在42块。你帮我切一下吧。总共多少钱？28块钱。2张啊？够了够了。好看吗？这个多少钱一颗？5块钱这一把。好吧。今年马年春节我真的觉得太奇怪了，这个年味已经淡到我觉得就是一种史无前例的一个地步，就非常直观的感觉就是往年在这个时候，现在是晚上大概8、9点的时间，这个时候晚上外面都是有炮声的，不管是那种大的烟花也好，是那种小的稀稀拉拉的炮声，都是有炮声的。今年完全也不是完全吧，很少听到。博主说，去年他和朋友去汕头看烟花秀，骑着电动车一路过去，沿途还能看到不少人自己在家门口放烟花，热闹得很。但今年的情况却让他觉得特别反常。他从海滨路一路开回家，差不多8公里的路程，竟然连一声鞭炮都没听到。除了那场烟花秀之外，今年的过年氛围和普通的周末晚上几乎没什么区别。在他们回家的路上，除了市区几条主要道路外，其他街道几乎都没有挂红灯笼和中国结，而往年这些装饰随处可见。那种过年的氛围让人觉得温馨又幸福，但今年冷清的让人有点心凉。35了，失业了，没班上了，感觉好丢脸呀。也不敢给父母说，
也不敢跟朋友聊，就是感觉特别丢人。因为我是从事建筑行业的，然后当时待的也是一个私人单位私企。博主说，到了年底，公司因为长期接不到项目，老板最终决定裁员，他也在这次调整中被裁下来了。他说自己能理解，因为现在整个建筑行业的环境都不景气，项目少得可怜。他在家已经待了快1个月了。过年期间不好找工作，最近压力特别大，晚上经常失眠，因为家里所有的经济来源都靠他一个人，妻子一直在家带孩子，他们每个月还要还房贷，日子过得不轻松。眼看着就要过完年了，他开始重新投简历，准备再去找工作。今年过年怎么一点年味都没有啊？这是为什么？我甚至都感受不到今天是过年，你知道吧？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外面也没人放烟花，鞭炮也没有，什么都听不到，就很安静，就只听到外面的车声在那里轰隆轰隆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真的嘞。是我一年比一年老了吗？真的，我一点感觉都没有，这是为什么？我奇了怪了，真的是。今年是3年在冬天失业了，也就是过去的3年，你每到冬天，我都或主动或被动的失去我的工作。当今年我失业后躺在家里的床上的时候，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和无力感涌上了我的心头。我想着去年甚至是前年，我都是这样躺在床上一事无成。1年又1年过去了，我仿佛还在原地。博主说，他回想自己3次失业的经历，发现其中竟有不少相似之处。这3份工作都是他不喜欢的，为了生活，只好硬撑着干下去。结果每次到了10月份，不是他主动辞职，就是被动离开。休息几个月后，焦虑又开始袭来。他意识到再不找工作，可能就会被市场淘汰，于是又开始投简历找工作，最后又找到一份自己并不喜欢的岗位。他不禁感到困惑，难道别人都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吗？今年是我不走亲戚的第3年了，不管是自己的老家这边还是我媳妇家那边，一律都不走，不拜年，不串门，也不组局。很多人一听肯定会觉得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太毒了，是不是太没有人情味了，是不是混得不好怕见人。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，其实恰恰相反，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最近这几年做过的最清醒最他妈正确的一个决定。过年不走亲戚其实不是冷，是把账算明白了。博主感叹，过年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想和家人好好团聚吗？但现实却往往事与愿违。除夕夜好不容易一家人坐下来吃顿团圆饭，聊聊天，然而从大年初一开始就乱套了。你去别人家拜年，或者别人来你家拜年，表面上大家嘻嘻哈哈，心里却各有各的盘算。混得好的人多少还带点炫耀的意味，这哪里是增进感情，反而让人难受。关键是父母还在厨房里忙着给客人做饭，所谓的陪伴变成了他们额外的负担。忙了一天，他们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。这样的串门实在没什么必要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